星球大戰小蜜蜂十指彈琴漫遊世界空中飛人毒龍鑽加珍珠爆炸糖。我发现小姐姐的地位好像越来越高，有的国家嫖客要坐牢，但做小姐姐的却合法；有的国家给小姐年假、医保，甚至还发养老金。性交易对很多国家的政府来说，一直都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大多政府都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比如中国连个擦边视频都不让播。但中国却是全世界性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可以说披着各种羊皮的性交易无处不在。前段时间还爆出小米前总监包养200多个情人的新闻，虽然后来小米出来辟谣说他只是一个切菜工，但不管他是谁，玩的花是个事实。就是因为这个特殊行业需求巨大，无法根除，而且过去很多小姐姐在遭到暴力的时候不敢报警，所以保护从业者的权利就引起了很多政府的重视。瑞典采取的是罚买不罚卖的北欧模式，而比利时采用性工作全面正常化的模式。今天老沙就来借经学人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当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直播、果聊、线上互动等虚拟性服务开始变得普遍，人们对性服务的定义开始逐渐模糊，年轻女孩出卖身体或色相来换取金钱开始变得普遍化。可以说管理好性产业迫在眉睫。过去几十年来，瑞典一直被视为性自由的典范。早在1960年，反对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怒斥瑞典沉溺于罪恶、裸露和醉酒。1997年，瑞典成为全球第2个全面合法化色情的国家，比如色情杂志、小说和成人动漫等等，仅次于丹麦。然而，瑞典对待性交易这事儿却显得极为保守。1999年，瑞典率先实施北欧模式，也就是惩罚花钱的人，而不惩罚赚钱的人。这主要是为了在打击性产业的同时保护性工作者的权利。这种模式在之后的20多年被法国、爱尔兰和以色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效仿。如今，瑞典又准备把这种模式扩展到网络世界。从2025年7月1号起，瑞典将正式实行一项新的法律，任何人若在 OnlyFans 这类色情直播平台上打赏或付费观看，将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判1年的监禁。而平台上的表演者本人则不受惩罚，继续沿用打买不打卖的策略。换个说法，瑞典政府觉得这个线上色情直播也属于性交易的范畴。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性工作者转向线上谋生，从以前街边揽客到如今用社交媒体引流接单。更进一步，如今虚拟性服务的销售也开始全面兴起。在 Snapchat、OnlyFans、Chaturbate 这样的社交和直播平台上，身体展示、性暗示、果聊乃至远程互动正成为一部分年轻人以此换取金钱、礼物甚至毒品的常见方式。在这里老沙就不提倡大家实地考察了。顺便多说两句 ，OnlyFans 这个平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情色内容的盈利模式。过去像 Pornhub 这样的视频网站流量很大，但对内容的创作者而言很难盈利，因为用户可以免费观看，靠广告很难赚钱。许多品牌都避免自己和色情内容产生关联，而 OnlyFans 向用户直接收费，并为定制内容、周边商品和个性化聊天收取额外的费用。在2023年 ，OnlyFans 向创作者们支付了53亿美元，可以赚钱就让创作者们蜂拥而至。去年，流行歌手 Lily Allen 公开表示，她通过在 OnlyFans 上发布自己的脚部照片赚的钱比靠音乐还要多。目前 OnlyFans 拥有超过400万名创作者，超过3亿名付费用户。这种演变也改变了人们对性交易本身的理解。在瑞典，有8%15到19岁的女孩承认曾经通过社交媒体交换那方面的内容或线下约会来换取报酬。14%的美国年轻人表示愿意在 OnlyFans 上出售自己的内容。16%表示愿意成为糖宝，为年长的男性提供陪伴甚至陪睡服务，就是被包养。现在的问题是年轻人对出卖色相甚至身体来换取金钱的定义正在变得模糊。比如在中国，有些行业我就不点名了，年轻女孩为了拿到合同出卖色相的新闻屡见不鲜，这算不算是一种性交易呢？在英国，18到25岁的年轻人里只有56%认为包养属于性工作，
而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这一比例就高达90%。在这儿，我想问你们一句，你们觉得这算包养吗？支持罚买不罚卖的人认为，性交易本质上就有剥削性，不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只要是花钱买性，就必须通过法律来打击和抑制。他们将这种理念追溯到1920年代的废除主义运动。当时国际联盟派遣特工潜入妓院，调查发现，被迫卖淫的外国女性被奴役在债务的链条中。这些机构的报告称，许多性工作者精神异常，出身也不太好，加入这一行大多都是被忽悠的或是被迫的。这些假设也是北欧模式的基础逻辑。当然，这些设定也并非空穴来风。在塔利塔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中，研究员采访了120名曾参与商业色情拍摄的人，其中88%都有童年被性侵的经历，69%尝试过自杀。在哥伦比亚有数千个那种直播间，女性每天在小隔间里直播12个小时，却只能分得微薄的收入。在支持新法的瑞典官员看来，所谓的数字卖淫很可能是进入线下交易的引子，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毕竟榜一大哥的钱也没那么好拿，对吧？然而这种惩罚买家的政策效果怎么样呢？官方数据显示，付费找小姐姐的瑞典男性比例从96年的14%降到2017年的9%，表面上是有效的，但背后可能只是性交易变得更加隐蔽或转移到了海外。瑞典政府4级也承认，约80%的本国嫖客是在国外消费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是否真的达成了保护弱势群体的目标呢？依然缺乏证据。最新数据显示，被怀疑嫖娼的瑞典男性中，30岁以下的比例正在快速上升。这意味着政策并未真正的削弱需求，只是将其转移到了更年轻的男性和不一样的消费场景。年轻人可能玩得更花，不在传统的妓院里交易，所以更难被抓到。与此同时警方更倾向于逮捕嫖客，而非去调查背后的那些组织者们、人口贩子和剥削链条。2024年，瑞典性交易的起诉数量上升，但没有一例人口贩卖案获得定罪，政策效果令人质疑。而给性交易定罪所带来的副作用却真实的存在。大量移民从业者在遭遇暴力的时候，因为身份问题而不敢求助。尽管卖淫在法律上并不构成犯罪，但移民一旦发现从事性工作，依然可能面临遣返的风险。在欧洲性工作者权益联盟看来，瑞典新法不仅无法保护性工作者，反而会进一步孤立他们，特别是移民和跨性别群体。同时这项法律在技术上也难以执行。你如何区分情色直播和普通的打赏呢？如何侦查跨境平台的付款行为呢？在监管上也是漏洞百出。与这项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利时的制度变革。2022年，比利时成为欧洲首个全面性交易去罪化的国家，紧随新西兰之后。三项荷兰早在2000年就合法化了性交易，允许妓院合法工作。但比利时更进一步，2023年起，性工作者被正式纳入劳动法体系，享有带薪病假、生育津贴和养老金。澳大利亚的维州和昆州也完成了类似改革，南非和泰国也正在性工作正常化的路上。主张全面性工作正常化的学者认为，这种模式有3大好处：一个是有助于减少性工作者所承受的污名压力，政府带头下，慢慢的大家就开始接受性工作也只是一种工作而已；二是减少警察骚扰，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自然也没有办法对我骚扰索贿了；三是可以更有效的区分自愿从业者和被迫从业者。当小姐有法律保护的时候，就更容易站出来去举报那些强迫他们的人。以在布鲁塞尔工作的安居为例，他每周见1到2位客户，说自己绝不是人们眼中的受害者，而是为了生存而选择卖身。他还说所有人都是被迫出卖自己，只是形式不一样。这个我就很认同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了生计总是要被迫出卖点什么，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有时候不得不牺牲我们的健康、喜好、实践或生活，对吧？和在餐厅打工相比，性工作反而给他更多的主导权和自由。但这些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在比利时仅有少数妓院获得正式许可。安居表示他自己也没有注册为合法性工作者，因为手续太复杂，税负也太高，毕竟也算是高收入群体。所以即使性交易合法化在减少暴力、改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方面有巨大的好处，它仍然需要更加成熟的监管体系，还在摸索阶段。
最后，我想到了之前分享的一本书，是日本作家牛蛙会写的《不谈恋爱的年轻人》。作者深度访谈了600多个日本2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发现了一个趋势：现在年轻人对谈恋爱这件事儿越来越不感兴趣了，都自称是草食系男生或草食系女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年轻人通过直播平台、虚拟恋爱游戏也能享受到恋爱的感觉，而且还更加的轻松，没有真实恋爱的各种麻烦。通过各种各样披着羊皮的性交易，不需要恋爱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性生活，结婚对象也不需要有感情基础，适合就好。恋爱的不可替代性越来越低。虽然比利时的性工作正常化会有很多好处，但如果普及，再加上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不断发展，未来認真戀愛這件事不會就成為歷史了吧？我望住張表格，迷惘咗幾秒，但我覺得我唔應該喺佢面前好似患有選擇困難症咁冇自信同逃避責任。於是，我好決斷咁，成張剔晒佢。你可以进来了。你大爷，想什么啊你？